我现在站在江边，这条江叫做黑龙江，江的这一侧呢就是中国的黑河市，黑龙江省黑河市。而江的那一侧呢，那座城市就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第3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我们来到了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城市黑河，在古代这里被称为爱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爱辉条约就是在此签订的。走在黑龙江边，可以从中国黑河市眺望到对岸的俄罗斯，我们甚至还看到了俄罗斯的国旗。中国这一侧高楼林立，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俄罗斯那一侧似乎显得有些衰败。现在黑河是中国俄罗斯边境贸易的重要城市，黑河对俄罗斯人免签，中国人也可以从黑河去俄罗斯旅行，常年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在这里经商生活。黑河在中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只隔了一条黑龙江。布拉格维申斯克，中国人称它为海蓝炮。1858年，中俄在爱辉城签订了不平等的爱辉条约。这个条约让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此，海蓝炮改名为布拉格维申斯克，成为了俄国领土。在黑河市内有非常多的俄式建筑，甚至还有一条俄货商品街。在这里能买到各种各样物美价廉的俄罗斯商品，套娃、皮草、各种饮品、巧克力、琥珀、宝石应有尽有。而在黑龙江上的大黑河岛是中国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地方，只有几百米远。大黑河岛上不仅有中俄商贸城，大家还可以坐着摩天轮眺望俄罗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黑河还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的一端。这条人口分界线从黑河到腾冲，一侧人口密集，另一侧人口稀疏。下面就跟着狒狒胡文涛看看这个中俄边境重镇黑河。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正在环东北边境线自驾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环线上非常重要的一座边境城市黑河市。黑河市呢是位于黑龙江省的北部，和俄罗斯之间隔着一条黑龙江，隔江相望。那对面呢就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第3大城市阿穆尔州的首府布拉格维申斯克，简称布市。值得一提的是黑河市和布市是整个中俄漫长的边境线上唯一一对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齐全，而且距离最近的同级别的大城市。两个城市之间就隔了一条江，最近的地方大概只有几百米那么远。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到江边去走走了。站在江边据说呢，对面的城市看得一清二楚。当然了，对面站在岸边看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两边城市这个路上的汽车行人在走路散步都完全可以看清楚。我们呢是昨天晚上的10点左右到的黑河市，昨晚来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感受呢。今天走上大街一看，仿佛置身于异域国度。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黑河比较靠市中心的一个位置呢，能看到这边的整个建筑色彩，就狒狒刚刚站的这一块的位置，还有旁边整个都是一副俄罗斯那边的建筑的样式，所以特别的有异域风情。然后呢，据说这边还有很多俄罗斯的人在这边做生意，在这边生活。然后还有很多俄罗斯商品街可以看。好车呀！还有宝车718。这是718呀。挺好的。这是我们就是我们离开那个哈尔滨见到一些好车，离开哈尔滨之后往北走见过最好最贵的车了。哎，你说的好车真是挺有意思的哈！我刚来这边，在这边是我在黑龙江见到整个豪车最多的地方了。就是黑河市吗？对，我看到玛莎拉蒂，看到那个 RX570这都是100万以上的车，所以说感觉这黑河这边的边贸，它的生意做的还挺大的。对。我和狒狒现在准备去黑河的江边公园去看一看，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铲车。在东北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城市或者说每一个就是单位都有个铲车，还有酒店也有铲车，把自己门前需要铲一下，你不铲的话，这个路都没法走。我想说一个很奇怪的点，是不是男生到老都喜欢这种各种玩具车，还是所有的这种铲车呀什么的？因为前两天大家知道吗？文涛在鹤岗的时候，
我们俩去超市买零食，他非要买一辆塑料的那个挖掘机，100多块钱那种玩具，哦，真的笑到我了。我想问一下，其他人也这样吗？这到了这个人到中年的年纪了，也很喜欢各种各样的车吗？工具车，工程车吗？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沿着中俄边境跑了这么远，都没有见过离得这么近的城市啊！对，这个信号塔，你看，这种红白相间的这个，就是俄罗斯的信号塔，上面有那个基站什么的，发射信号的。对，如果当时还查行程码的那个时候啊，来到这儿把手机最好关了。我昨天的手机就收到了俄罗斯运营商的信息。真的特别近，我们是真的是一路开上来哈，走过了很多的城市，俄罗斯的边境小镇小城，没有这么近的，而且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对对，别的城市，别的基本上对岸就是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小镇，个别的几个房子，几栋房屋，没有这种高楼大厦。这个是远东的第3大城市嘛，然后远东的第1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离中国也非常近。但是呢，因为黑瞎子镜头我们到不了那儿去，所以看不到那个景象。我们目前能看到了就是这里了，超级近，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对面的车辆和行人，我们俩现在能看到，而且呢，还有一些地方飘扬着俄罗斯的国旗，我们都可以看着。对，太近了。感觉对面那个江边也是一条沿江的一个步行道哈，让游客来这玩的。对。以前呢，就是没有疫情那会儿啊，这两边呢就坐个船几分钟就到。而且呢，那会儿俄罗斯人来咱们中国这边，就这个黑河这边观光旅游的话，他们是不需要办什么签证的，就直接可以过来。但是活动的范围肯定有仅限于黑河这边了，有一些景点呀，还有一些购物中心，俄罗斯人会去逛。我看到有的视频啊，俄罗斯人拍的，他来我们中国黑河这边坐船过来玩。很多人都惊叹于中国这些小商品的物美价廉，而且种类很多。对，因为俄罗斯远东那边主要还是可能矿多一点吧，他们那个轻工业肯定没有我们发达了。对，但是冬天在这边实在是有点酸爽，看这个风刮的呼呼的，这风啊刮脸上就跟刀子剌一样，特别的疼。我们肺还都没有戴口罩。当地人俄罗斯那边也是那个烧那个什么取暖的，你们是本地人吗？对。哦，它这个江面几月才能化呢？5·1。5·1呀，那几月又冻上了？晚年能到12月1号左右就冻了。12月才冻啊？早的11月份就冻了。哦，我们来旅游的，没想到这边都这个月份了，还这么冷啊！我以为最冷都过去了，这都暖和多了。你过去过对面吗？去过。也没啥意思，也没啥意思。大哥，你们咋去对岸呀？啊？你们怎么去对岸？坐船呢？坐船？车哈？车咋过去啊？船，车上船那儿，完之后再开。就跟去海南一样哈，轮渡哈。对。那之前那个1日游大概多少钱呢？300多400多。管吃住不？还不管，当天去当天回啊！自己拿。哎，那不便宜呢。俄罗斯女孩漂亮吗，大哥？这个东西怎么说？年轻时候都可以啊。哦。就超过30岁。那冒烟那个也是他们的供暖公司是不？不是。那个是啥呀？哦，电厂，火力发电呢。电厂。哦。那你看着那个架子没有？那等于是做那整个索道的。哦。索道。对。那索道以后能2个国家这样子走了？对。哎呦，那很好啊。那挺好的。那个岛是咱们的吗？哈。咱们的。小岛，那能上去玩不？可以。那是个商场呀。商场。那商场开着不？现在开着呢，开着。哦。疫情的时候都关着了，没人。哦。我这江边风可真大呀！江边风真大呀！大哥，这边最冷多少度能有？45。45。零下45。这么冷啊，零下45。哦，太冷了。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温度。对。你们哪的？西安的。我们最冷就零下5、6度。陕西的。
大哥，俄罗斯那边它建设的怎么样？那个城市可以，看着还不错啊。还可以哈。瞅这一溜啊，里边跟咱们那个农村差不多。哦，就是外面看着还行，里面也不太行哈。外边楼高，里边矮。对。看那山坡那个平房没有？嗯，啊，都是那样啊。星期天周末的时候，他们就上那边去度假去，在那待着。那这俄罗斯这沿边也沿江也修的，这是面子工程，这是。对。想着我们看过去好看呢。咱们这厨房也修。都大家都一样。哇，太冷了。哇，这风可真大呀！哎，大哥，那个车是啥车呀？那个是俄罗斯人的车是吧？哇，雪地上开那个。啊。那好像是中国的。中国的，我们的车能开那么远啊？刚才我们在黑龙江边又遇到了一位健谈的东北大爷，大爷跟我们聊了好久啊。他说是对面的那个冒烟呢，并不是供热公司，我刚以为那个是热力公司呢。那个最大的烟囱就是信号塔的后面冒着白烟的，那个是俄罗斯的发电厂，这边应该也是用那个火力发电的吧，烧的煤炭什么的。我们和对岸真的离得超级近啊！我现在站到这儿呢，看到对岸的那边车来车往的，但是离我们最近的这块陆地，它不是俄罗斯，它是属于我们中国这边的一个岛，叫黑河岛。这个岛上面呢有2座桥，一座是行人走的，还有一座是通车的。我们俩现在打算到岛上去玩一玩。原来这个黑河商会它是新建的，以前的这黑河商会的老建筑已经基本不在，没有遗存下来了。做的挺旧的，我以为是以前留下来的，大概民国时候的了。对，没想到这是新修的。这说明这个商会啊，就是说明黑河这个商会哈，在以前很早的时候就有发展，这边的商业很早以前就是比较多的。对，黑河虽然说作为中国的这个一类口岸啊，黑河口岸只有40年的历史，但是黑河这个城市这块地方历史上一直都是来来往往有通商的嘛。对，比较早的。看我们俩现在缩的跟狗熊一样，这个风现在吹的这个手，哎，给大家看一下，像不像女生的手？看看女孩的手成什么样了，就被风吹的都裂口了。我就在江边待了大概几分钟。我们在黑龙江哈，在整个东北玩这么久，发现最冷的就在江边江面上。对呀，别的地儿还都能承受，零下20-30度也可以，但是在江边哪怕零下10度左右，风刮你就受不了。因为黑河这个位置呢，已经特别靠近我们中国最北边漠河了嘛，所以这边的气温还是挺低的。这边早晚只有零下21度，然后中午最热的时候就现在，也就是个零下12度，最热的时候。我们俩早晚都不敢出来，只有中午敢出来在城市里面逛一逛。因为呢，黑河它是靠着那个黑龙江嘛，这个江边啊，这个风刮过来还是挺冷的，是吧，涛哥？对，特别的冷，这边的极寒温度哈能排到中国前10呢，很冷很冷。这么冷啊？是的。黑河，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的漠河，还有中国冷极根河，我已经感觉到受不了，太冷了。因为我们处在中国的最北部这一块嘛，所有的城市都是特别的冷，寒冬特别漫长，一般都有半年以上的冬天。我们现在往前面走一走哈，前面就是一条俄罗斯商品街，它这个两个街边哈有那种大大小小的商店，全都卖的是俄货。我们可以去沿着街走走去看一下。看这边，我和费费从这条街走过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看那边就有一家超市是可以换俄罗斯的外汇的，换俄。涛哥这边还有一个。对，然后这边还有个赴俄留服务中心、服务公司。对，就是介绍留学生去俄罗斯留学的。我们在西安的那个小区就有好几个，邻居的孩子去俄罗斯那边留学了，在莫斯科。因为俄罗斯嘛，大家知道，包括前苏联啊，这个艺术都是很厉害的。像雕塑呀、绘画呀这些东西，我们家邻居就是在那儿学的是美术，他们的艺术是不是很厉害？很厉害。全世界就数1数2的。海澜街。海澜街。为什么叫海澜街啊？因为以前最早呢，就是黑河对岸的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它的名字叫海兰袍，就在汉语中，它的名字是海兰袍，就在被我们管辖的时候。所以呢，这边可能就是海澜街跟海兰袍这种东西有些关系的啊，就跟那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是一个意思。哈巴罗夫斯克叫伯利嘛，然后对面的那个
布市，他们在中国管辖的时候就叫这个。这个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商品街了。刚进这个俄罗斯商品街，我们就发现了一家俄罗斯商品百货商店，我们现在去里面看一下。哇，这么多套娃！刚来就看到这么多套娃，这位还开了口了呢，我还没见过这种开口的套娃。看看，好可爱，像个8音盒一样。哎，你说对了，还真是8音盒，你听。涛哥，你见过这么大的套娃没有？没有。我刚进来，我看到这个都惊呆了。老板说这个最大的能套70个，然后这个小一点能套50个。我们家里有一套，但是只能套9个还是10个。这边还有好多的宝石呀，这都是俄罗斯进口过来的。哎，咱周边几个国家有宝石的还挺多的，像阿富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还有俄罗斯。对，我就说邻国嘛哈，兰卡还是稍微远了点。俄费刚从第一家店出来，老板说这边快开关了，但目前还没有开关。如果开关之后呢，我们就能去对面的布拉格雷申斯克玩，1日游、2日游都可以去。因为很近嘛，就隔一条江。等到这个江上的冰开化的时候啊，这边说是坐船几分钟就过去了。而且当地有很多那种1日游、2日游的团，过去的话可能就几百块钱还包那个吃住。对。旅游团，哇，真的全部是俄货呀，大宗俄玉商品，不是卖玉的，就是卖那种家常吃的艺术品啊。我们俩在这个俄罗斯商品街转了一会儿啊，每家的商店卖的东西都差不多，主要是俄罗斯的一些像蜜蜡呀、玉石啊、紫金，还有就是一些工艺品。但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叫中俄艺术陈列馆。本来呢，我觉得里面可能只是一个展示这个俄罗斯一些艺术画展的地方，没想到它同时还兼任着黑河市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功能。刚刚我们进去的时候啊，博物馆一位工作人员跟我们俩聊了好久，他说这边呢，过年的时候春节气温到-42度。而且这个气温呢是距离地面1.5米高的地方监测到的，其实人的体感可能要更低，说是最近这50多年监测到的最低气温了。就所有东北人都说今年尤其的冷。刚那个大哥跟我们说这边的黑龙江要到5月份才能开化，然后到10月份就冻上了。这边的夏季短暂又凉爽，差不多就是6、7、8、9这几个月还比较舒服一点，其他的季节就比较冷。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整个的黑河这些居民楼啊，没有看到一家有这个空调外机的？可以看一下这整面墙，你看这家家户户都在阳台放的杂物、晾的衣服，这就是居民楼了。但是呢，一个空调外机都没有见到，这面也一样，真的一家都没有。刚才大哥说这边黑河到夏季的时候就是20多度，最热也就是29、30吧，而且就几天，一般就是20度、25度，就挺舒服的夏季。非常凉爽。但冬天太冷了。毛皮专卖，哇，这儿有一个俄百货毛皮专卖，看一下，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毛呀，还有这帽子。感觉俄罗斯的那边的人应该更抗冻一些他们毕竟他们国家最低的纬度跟我们国家最高纬度差不多了。这还有小动物的头这是个狐狸，还有牙，我的天。对，好多狐狸雕。看牙，这是雕吧？这是雕，我不认识，我就觉得这边这个皮草看上去都很暖和呀。对，老板，那这边俄罗斯人是不是挺多的？好像是在当地居住的不多了。这个哈尔滨居住的当那个哈尔滨人家多。那开关是不是好多俄罗斯人来这边采购？俄罗斯人、俄罗斯族的，就是那个混血儿，有中国还有中国的黑河还有。一般都是那个都做生意，一般像女孩子找的老公是跟中国人呐，都在那边做生意，要不就上北美做。哎，他们乐意找咱们中国人当老公不？那还行，还行啊。中国的男士比较温柔型的。我们刚才在俄罗斯商品街从头到尾的逛了一圈，这边的商品这个俄货确实是，便宜，因为我们从中俄边境这一圈过来，每个地方都聊了解了一下。那这个
黑河这边的俄货整个价格是比其他地方能低20%左右，就还可以。但是呢，它这卖的比较多的，像那种琥珀呀、蜜蜡呀，还有像一些皮草啊，我们也不识货，也没买，我们就买了点零食，买点糖果。这边的糖果也不贵，它平均下来呢，每一种品种都差不多，1斤在13到15块钱人民币，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因为我们的超市就随便一个那种硬糖、水果糖都要1斤10几块嘛，那这边的话，里面大多数都是加巧克力的，还有一些果仁啥的，1斤卖10几块，我觉得还不错，是吧？为啥这边这个糖果这么便宜啊？因为这个黑河这边的口岸历史比较久嘛，那来这边做生意的俄罗斯人本来就非常的多，那商店也很多。我们现在逛的这个俄罗斯商品街只是其中的一条，它还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商场，里面整个都是俄货，东西多嘛，慢慢就便宜了。而且呢，我们这个黑河和对面的布市本来中间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不像其他口岸可能从一个大点的城市还要往边上运，这直接两边就互相有来往的。而且现在呢，黑河和布市中间还修了一个跨黑龙江的大桥，以后就更方便了。总之呢，如果大家以后想买这些俄罗斯的商品啊，黑河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地方。在中国俄罗斯边境的界河黑龙江上有一座大黑河岛，从中国黑河市可以开车上去。岛上有黑河口岸，有中俄商贸城，也有摩天轮。在岛边看对岸的俄罗斯城市非常的清楚，行人车辆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要开车去上岛了，大黑河岛在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的岛。这岛上还有游乐园呢，看这边有一个摩天轮。那坐这个摩天轮岂不是可以看到对岸的风光了，尽收眼底。其实现在画面中远处那个高层就是俄罗斯的了，就这么近。开车上岛了，我们现在已经开车来到了黑河大岛上，那边就是我们刚开车过来的那个桥。我本来以为呢，黑河大岛啊，可能只是一个小一点的岛，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上面超级大。这边呢，不但有2座特别大的商贸城，一个是后面的中俄自由贸易城，还有一个是这一座叫中国黑河国际商贸中心，并且呢，去往对面俄罗斯的一个游船码头以及我们的黑河口岸，全都在这座岛上。这个岛啊是相当大，岛的内部横七竖八的有很多条马路，但是呢，岛上实在是太冷了，因为这个岛呢正好在黑龙江的江面上。正好在黑龙江这个主航道中心线的我方一侧，所以呢，这个岛的这一侧就是内江，那一侧呢是连着俄罗斯的，黑龙江的另外一侧。风很大，温度也很低。看我的手机已经用上这个暖宝宝了，但是我感觉没有什么用啊，手机依然是掉电飞快。刚才我是85%，我从车里出来了不到2分钟，现在是76%了，掉电超快。我们就去那个江边去看一看对面吧。其实呢，这个角度啊，看对面的俄罗斯视角就更好了，更近，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岸的江堤上也有他们的市民在朝我们这边看了。在水一方，这是《诗经》里面的话呀。前一句应该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边刚好用到了对面的俄罗斯身上，大家可以看到哈，现在画面在这个石碑的上方就是俄罗斯的国旗。就是恍惚间呢，如果我们找一个特殊的机位，你会觉得这个旗子插在我们这个石头的上面，这也太近了。那我们俩现在往那个江边再走走吧，去最前面那儿有一个游船码头，从那个角度去看就更近了。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天哪，太近了！我刚才拿手机就这样子把这个焦距放大，我就看到了对面啊，那边有人也在江边走，他们好像跟我们一样，也是这样一个沿江的一个公园，然后好多人就在那边舞得严严实实的，跟我们这边的大爷一样，然后在江边散步什么的，所以我就
哦，刚才镜头里看到超近，我就超想打个招呼。对面国旗那个位置哈，就是俄罗斯那边的一个广场。我之前看到有人夏季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就站在我这个位置往过看。俄罗斯那边夏天有好多人就跳到那个黑龙江里面，在里面玩水什么的，特别清楚。哎呀，没有想到啊，那边这么冷，也有人出来遛弯啊，我还以为只有我们这边有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岛上这一块，感觉跟对方就隔个几百米，300米左右，300-400米啊，把我嘴都冻秃噜了。这边真的太冷了。哦，不行了，不行了，贝贝已经快冻残化了。所有露在外面的皮肤都不行。我现在兜里捂了一个暖宝宝，还是感觉冷。太冷了。所以说来这边之后，他已老了10岁了都。真的，这边这个天气冷吧，再加上，主要是东北的天黑的太早了，因为这边下午4点多天就黑了，所以我们每天必须得6点多就起床去开车去拍摄。这样的话呢，每天都感觉睡不够，又特别累，就感觉是看这个镜子啊，这个脸垮得厉害，哇，脸现在没知觉了，主要是。我们俩已经从江边回来了，太冷了，真的受不了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哈，这边呢后面就是我们国家这一侧的商贸城，再看一下那边冒着烟囱的那个地方以及高楼，就是俄罗斯，就这么近。但真的超冷。刚才呢我们在岸边站着拍照的时候啊，可以看到江面上还有我们的边防军人在巡逻，他们在那个位置只会更冷，比岸上还要冷，因为他们的脚呢就是直接在冰凉的那个冰面上，结冰的冰面上在行走的。真的，我们俩现在已经就感觉面部肌肉、嘴周这一圈整个冻住了，现在说话很困难，嘴巴整个是僵硬的，很难受啊。在这个岛上还有很多的商贸城，比如我们眼前这个就写的是俄品多中国黑河国际商贸中心。所以这个岛上特别多的双边贸易，大家在这边买东西也是挺好的。但是我们没时间逛，太冷了，我们就还要去别的地儿，我们就不转了。我觉得这个商贸城的东西可能比较便宜，好多出租车拉的人过来，还有那个外地的，就是黑牌的其他地方的，都来这儿大包小包的开车然后回家去了，应该里面东西不贵。这个黑河国际商贸中心还挺热闹的，人超多。但是呢，对面这个中俄自由贸易城可能没有开，那边大门紧锁，也看不到几个人。